外界注意到，气候赔偿问题是本届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谈判难点。也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明显，大会才难以在原定闭幕日收场。在延期36个小时，经过多轮激烈争辩后，参会的近200个国家的代表终于在20号清晨就东道主埃及起草的一份协议达成共识，各方同意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此外，大会通过最终的声明还重申巴黎协定的温度目标，并呼吁各方加快逐步减少有增无减的煤电，逐步取消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中国出席气候变化大会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大会通过的决议中，1号决议是大会的政治成果文件，重申坚持多边主义，强调气候危机紧迫性，体现了各方团结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意愿和行动安排。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此次会议时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30周年之际，聚焦巴黎协定的务实履行，达成了相对平衡的一揽子成果，释放了坚持多边主义、合力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积极信号。毛宁强调，中方高度重视此次会议，全力支持埃及成功办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与会，中方代表团全面深入参与近100项议题的磋商，与公约秘书处、主席国埃及以及各方密切协调，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会议取得一揽子积极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本届气变大会达成的全面气候协议，就损失与损害资金做出了框架安排，被舆论称作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性胜利，意味着发达国家需要为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埋单。但该协议尚未就基金如何运作、哪些国家应该出资等关键问题作出规定。《纽约时报》报道称，协议要求成立一个由24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过渡委员会，在未来1年里研究该基金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哪些国家和金融机构应该出资，以及资金应该流向哪里。很多关键问题都留给了未来的谈判。此外，发达国家的信誉问题也成为基金能否落实的未知因素。他们同意帮助较贫穷国家的背后，实际上暗藏不少心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的话披露，该基金将重点关注如何支持损失和损害，但不包括责任或赔偿条款。报道称，长期以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直试图避免此类规定，因为这可能使他们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法律责任和诉讼。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此前公开表示，损失和损害与气候赔偿不是一回事。《华尔街日报》坦言，尽管美国一直以来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预计将带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但任何资金都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这努力很可能遭到刚刚控制了众议院的共和党反对。而事实上，发达国家早在10年前就承诺，在2020年之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也迟迟没有兑现。发达国家仍然未能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全球适应资金翻倍的路线图仍不明朗，不利于构建南北互信，全球气候治理任重道远。